自从劳动部的霸凌事件之后呢，台湾社会最近一直可以看到霸凌事件不断的被掀开。但是呢，这跟今天我要讲的林乡高铁事件有什么关系呢？先讲结论，这就是典型的霸凌行为。要再细讲的话，这叫做关系霸凌，也就是通过排挤、散播谣言的方式来操控人际关系的一种霸凌手段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批，欢迎来到林批说故事，让我来跟你分享新鲜事。今天我要来告诉你的就是霸凌林乡事件。小 S， 那个是我的位置，然后还有哪？那边有空位啊。通告艺人黄小柔 Vicky 上节目的时候的这一段话，掀起了流量女星的站位风波。经过网友们的抽丝剥茧，两位女星林香、林颖乐被点名，就是高铁耍大牌抢位事件的当事人。然后呢，黄小柔直球对决，直接点名，让这个话题一直延烧下去。今天呢，我就来分析这个事件，并且提供我个人的观点，告诉你这为什么是一个霸凌事件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开始咯。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时间黄小柔的说法是什么。小 S， 那个是我的位置，然后还有哪？那边有空位啊。然后，而且他旁边的另外一个也是那种要哭了，所以你当时已经气到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我跟他不认识，但是我是有很亲切的会跟每个人打招呼。然后这两个我也会觉得说，我也自己也吓了一跳 ，Google 了一下，我说哦，我懂了，他们现在是可以这么的拽啦。这里面呢有几个点是要仔细来看看的。首先呢，场景是发生在高铁上。第二 ，Vicky 跟那个流量女星是有明确互动的，甚至呢连表情都清清楚楚的被描述出来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人物互动的事实。但是事件烧开之后呢，黄小柔的说法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。不管是网红或者是你在哪一圈，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还是秉持着要有礼貌，要有家教，不然其实不用我们讲，其实大家比如说一讲出名字，大家也不会觉得很压抑啊。这常年在猜的这要问 Vicky 姐。先改口说呢是要问 Vicky 姐，接着又说是谁不重要。来了哦，这个时候他开始试图占据道德的制高点，强调呢要有家教、有礼貌了。同样的，另外一个当事人 Vicky 也是，他强调说无需回应，重点呢是礼貌的问题。如果是我的女儿这样做，我会很生气。注意看，本来只是前辈的角度，现在又提升了一个等级，直接变成别人的妈妈了，再度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。这个时候呢，从黄小柔跟 Vicky 的观点出发，事实已经不重要了。是这样子的吗？并没有。当然，一讲到道德，演艺圈最有道德感的艺人也出来讲话了。是有礼貌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，因为前辈看到你这样子，还会对你多照顾。连好久不见的罗志祥都出面了，看来这件事真的很有流量啊！被怀疑的事件当事人只好跳出来澄清。就不用担心，不会，这不会是在说我们，因为我蛮确定我们没有发生这件事情。林香呢则是表示呢，上节目出外景坐的是普悠玛，不是高铁。接着黄小柔来个直球对决，直接点名林香、林颖乐，也让当天在普悠玛上的互动再次被拿了出来。去玩喽！超开心。去哪里？真的游戏之后再说这句话。去玩喽！是游戏王前辈说话了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他等一下会不会哭出来。Vicky 的这句话呢，也因此被解读为是在呛林香跟林颖乐。根据黄小柔的说法 ，Vicky 跟林香是有互动的，而且还有露出不屑的表情。不过呢，综艺网很大的制作单位好看娱乐的副总王珍妮则是出面澄清说，节目在艺人都坐定之后才开始拍摄流程，而在拍摄的过程中呢，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或者是不高兴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从制作单位的角度来看，这件事可能不存在，或者是小到不被注意。而林香呢，只是强调她当时并未与前辈们一同搭乘高铁，而是搭乘台铁，并且表示呢未曾被告知需要让座。从林香的观点来看，根本没有发生黄小柔口中的互动情形。这里就有一个关键点，双方的说法有明显的出入，两个人到底有没有互动，就成为了判断这个事件的关键因素。
就制作单位选择站在林湘这边，加上黄小柔跟 Vicky 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来看，没有互动的可能性其实是比较大的。这也是为什么礼貌跟家教这个时候就被搬了出来。一讲到礼貌跟家教，林湘就立刻落居下风了。林湘和李芷玲进场看周杰伦首场大巨蛋演唱会，在点歌环节，为了吸引周董目光，站上椅子开闪光灯自拍。尽管已用文字方式道歉多次，网友依旧不买单。光是先前周杰伦演唱会的站椅子事件，林湘在礼貌的这个点上，网络上就已经有很多批判的声音了。接着呢，连节目片段也被放大检视。大肠包小肠还在等。哎呦，我先给你们舒跑跟一个能量饮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相较于其他人，林湘一开始是在滑手机，拿到东西之后呢，没有马上说谢谢，都是可以被检讨的地方。但是呢，这跟站位事件在程度上是有很大的不同。要讨论一件事，难道不用先针对事实来厘清吗？如果是没有发生的事实，再用礼貌跟家教这种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批判方式，不就是一种霸凌了吗？根据教育部的定义，霸凌呢是指个人或集体持续以言语、文字、图画、肢体动作、电子通讯等方式，故意呢对他人进行贬义、排挤、欺负、骚扰或者戏弄的行为，造成呢受害者处于敌意或不友善的环境之中，并且呢对其产生精神上、生理上或者是财产上的损失。根据霸凌的类型，可以分为肢体霸凌、言语霸凌、关系霸凌、网络霸凌以及性霸凌。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呢，就是一种关系霸凌，也就是透过排挤、散布谣言的方式来操控人际关系。做咩啫？買都送外賣啦，唔好四圍走啊！聽唔聽到啊？首先，就像我前面说的，到底在普悠玛上，林湘跟 Vicky 有没有实际的互动？至少呢，可以知道的是，并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是有互动存在的，这就涉及到散布谣言了。另外呢，在操纵人际关系上，用道德来绑架别人，就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操控。另外呢，靠着讲别人的八卦来赚取通告费，也算是一种操控人际关系的形态。加上 Vicky 后来还说呢，以后不会拒绝跟他们同台，不也是一种操控人际关系吗？这种霸凌事件呢，其实早就不是新鲜事了。而最大的问题呢，是台湾的娱乐节目一点都不长进。过去呢，台湾的娱乐节目充斥着谈话性节目，造就的是一批通告艺人的存在，就是那一种没有什么作品却整天上节目讲八卦的艺人。这些通告艺人呢，深知节目需要呛辣的题材，所以呢，都是靠着游走法律边缘的方式来大讲八卦。而电视台呢，则是乐见于低成本高收视率的节目一直存在。所以呢，当韩国投资大钱拍黑白大厨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在拍谈话性节目。只要这种节目存在，类似的事件就不会消失了。今天听完林湘被霸凌的事件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如果呢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林P，我们下次再见。